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鲍明。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匈牙利再一次替中国挡枪。最近呢，匈牙利再一次在欧盟动用一票否决权，否决了欧盟就香港问题对中国发表声明。这已经是匈牙利连续第3次动用一票否决权，阻挡欧盟的反华决议。欧盟呢有27个成员国，根据欧盟的议事规则涉外决议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才能够生效。因此呢，这个匈牙利投下的唯一的一张反对票，让欧盟的反华决议无法通过。3个1比26，匈牙利顶住了压力，匈牙利够意思。匈牙利虽然既是欧盟成员，又是北约的成员，但是自从2010年这个欧尔班担任总理以来，匈牙利政府一直是奉行向东看和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，使中国和匈牙利两国的关系不断的深化。匈牙利是欧洲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，是第一个开设人民币清算行的中东欧国家。在这一次疫情期间，匈牙利是第一个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。匈牙利从对华友好合作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今年1季度，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64.7%。去年呢，中国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国。由于中国的支持，匈牙利成了欧盟国家中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，在欧洲也仅次于英国。前不久匈牙利外长访华，中国又送上了大礼同意匈牙利引进中国的新冠疫苗生产线，并且使其在2022年实现疫苗的自给，同时还可以向其他的国家出口。匈牙利在欧盟坚持为中国说话，顶住压力，否决了反华决议，引发了欧盟某些国家的不满。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认为，匈牙利3次以一票否决阻挡欧盟涉华决议，说明欧盟需要进行改革了，要在外交政策上实施有限多数的规则。其实呢，这些欧盟国家应该感谢匈牙利才对3月份，匈牙利没有挡下欧洲对华制裁案，结果遭到中方严厉的报复，导致中欧关系下滑，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都被冻结了。这个协定对欧盟的好处更大，许多国家，比如说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的政府首脑都在呼吁不要影响对这个协定的通过。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，拉拢盟友对抗中国，在这个大背景之下，批评中国成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。但是各个国家当家的政府都知道和中国保持合作的重要性，但是碍于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，又不太敢为中国说话，还是逼在涉华提案上表态，心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。匈牙利的一票否决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，实际上是为他们解了套。毕竟谁都不希望中欧关系再这么坏下去了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匈牙利政府虽然对华友好，但是却跳出来一个反华的市长。6月2号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长高拉乔尼宣布，将把逆建中的复旦大学分校周边的街道重新命名，冠之以什么达赖喇嘛路、光复香港路等挑衅性的名称。这位高拉乔尼是匈牙利一个小反对党的领导人，明年呢，他将代表着6个反对党发起对欧尔班的挑战，角逐总理的宝座。为此他要炒作，他要搞点政治噱头，要和县政府唱对台戏。这情况是复杂的，这告诉我们，如今的欧洲就算是匈牙利这样的国家，也还是有一定的反华市场的。这一点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。另外呢，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政治板块不是统一的，甚至充满了内斗。这导致在对外政策上会出现不确定性，常常是在中央掌权的是一个党，在议会中掌权的是另外一个党，在各个地方政府掌权的呢，又是另外一股势力。比如说捷克就是这样，总理泽曼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议长就是地道的反华派，去年呢还率团访问台湾。所以对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复杂性，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也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加以处理。面对那些跳梁小丑吧，我们既不能随之起舞，但也不能置之不理。
好，今天话题就说到这儿。